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股与人生笔记频道。今天美股大盘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66%，微软公司财报吹响了 AI 板块的反攻号角。AI 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是普天同庆，带动了美股大幅的反弹。微软和半导体板块都是我的重要持仓，所以我的账户也跟着收益回了下血。算是挨打了一周后能好好恢复一下。今天视频内容会重点分析一下微软、Meta 和亚马逊的财报，以及我昨天应接飞刀建仓的一只股票。今天说下，功臣微软公司的最新财报。微软本季度交出了一副非常强劲的一个财报数据，营收90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8%，高于市场预期的877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4.74美元，同比增长约23%，高于市场预期的4.25美元。云业务增长43%，高于市场预期的40%，而且市场预期，下一个季度的云业务收入将继续高速增长。财报发布后，今天微软股价单日上涨超过15%，市值暴增约4500亿美元，创造了美股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单日市值增长记录。其实今天股价上涨15%的最核心原因是，市场开始相信微软投入的数千亿美元的 AI 基础建设，已经真正可以化为收入和利润了。因此，今天也带动了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一个上涨。但与微软财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一天公布的 Meta 财报。财报公布后，股价大跌了8%。Meta 本季度营收约608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8%，略高于市场预期，但每股收益只有6.18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7.19美元。我认为 Meta 这份财报最大的问题是，虽然营收仍然保持一个高速增长，但营业利润率是明显下降。同时，公司继续上调了 AI 资本支出，这说明 AI 投资已经开始影响到公司的盈利能力了。与微软不同的是，微软通过云业务的一个高速增长，已经向市场证明了 AI 投资正在转化为真实收入和利润。而 Meta 目前还没有用财报数据去充分证明这些巨额的投入能够创造出一个覆盖成本的新增回报，所以今天8%的股价下跌其实不能算是错杀。如果微软的财报我可以给到 A 级评分的话，那么 Meta 的财报只能给到 C 加。昨天的一个视频，我的视频中对于 Meta 在450到550美金区间的一个加仓计划，鉴于财报实际出来后，质量不佳，我今天只是在530美金进行了少量的一个加仓，会把更多的仓位留给下方的位置。然后说一下今天盘后公布的亚马逊财报，营收增长20%，营业利润增长43%。云业务也有一个强劲的增长，达到37%。和微软相同，亚马逊这份财报也证明了 AI 投资正在产生一个正面的商业回报。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亚马逊的自由现金流转为负值。这份财报我给予一个 A 减的评级。财报发布后的盘后交易中，亚马逊的股价上涨了8%。目前已经公布财报的几家科技公司，科技巨头谷歌、微软和亚马逊都向市场证明了 AI 正在推动云计算进入一个加速的一个增长阶段。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已经开始展现出 AI 商业化的能力，能够转化云业务的收入和一个利润的增长。相比之下，Meta 的情况则有不同。Meta 同样大幅增加了一个 AI 投资，但这份财报还没有充分证明这些投入能带来一个清晰的商业回报。最后再和大家分析一下我昨天新建仓的一只股票，美光。其实存储股一直在我的建仓观察清单中，但过去半年整个存储板块上涨的实在太快了，可以说是一个暴力上涨。除了今年4月份市场整体回调以外，几乎没有给出一个比较舒服的建仓机会。
而我个人也是一直不太喜欢在市场情绪最乐观的时候去追高。先说一下美光目前的估值，虽然过去一年美光股价上涨了很多，它一年上涨了有7倍吧，但截至昨天，它未来12个月的 forward PE 依然大约只有6倍左右。当然，这么低的估值并不是没有原因。第一，存储行业本身就是一个周期性很强的行业，即使是在景气的周期，市场通常也不会给予特别高的估值。第二，目前很多投资者依然担心 AI 带来的高速增长究竟能够持续多久，未来存储行业是否会再进入一个供过于求的周期。坦白说，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忧虑。正因为如此，我一直没有追高，而是等待股价回调到一个我认为风险收益比较有吸引力的位置，再考虑建仓。但在过去的一周，存储板块出现了明显的回调，尤其是昨天的大跌，我已经能感受到市场的情绪从前期的乐观转向恐慌，而且是比较恐慌的那种。再加上我之前减仓了部分半导体股票，手里保留了一部分可以重新配置的现金，所以秉承着别人恐慌，我贪婪的这么一种心理吧，所以先决定建立了美光的第一个仓位。坦白说，这次建仓是在股价快速下跌的过程中完成的，可以说是在硬空手接飞刀。我建仓的时候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止跌，也没有能力精准买在最低点。今天股价出现反弹，确实有一定的运气成分。但如果未来股价继续下跌，而公司的长期基本面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我会耐心等待进一步加仓的机会。以上是今天的视频内容，如果对您有帮助，请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